最近啊，英国皇室好像出现了健康危机。国王查尔斯啊，因为前列腺肥大住院手术，最近呢出院了。王储威廉姆太太凯特王妃呢也住院了，要做一个腹部的手术，而且呢2周以后才出院。查尔斯国王嘛，年纪大了，有前列腺肥大，是吧？做个小手术啊，不足为奇。但是这个凯特王妃啊，她今年才42岁，身材苗条，精神焕发，处处洋溢着健康、美丽和快乐的一个精神状态。那么她到底是什么原因要做这样一个大的手术？为什么需要2周以后恢复？同时呢，在这之后还需要几个月的在家里的康复？这和我们中年女性的健康有什么样的关系？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一起管好它。我是杨医师。那么，凯特王妃到底是什么原因需要做这么大一个手术呢？这是皇家的机密啊，也是王妃自己的私人的健康隐私，所以呢，无论皇室还是医院都不能公布。那越是这样呢，就越造成了大家的各种各样的猜测。猜测之一呢，他可能做了一个胃部的手术非常有可能和长期的慢性的胃酸反流有关系。这种胃酸反流呢，会增加食道癌的风险，所以这样一个手术呢是有可能的。那么，为什么他们怀疑凯特王妃需要做一个食道反流的这样一个手术呢？主要是有2个线索。一个线索呢，就是凯特王妃呢，在怀孕3个孩子期间每一个都非常困难，造成严重的孕期呕吐的症状。那么这种情况呢，很容易造成食道反流的问题。另外，凯特王妃呢一直都非常的苗条这就不能不让人想到威廉姆王子的母亲戴安娜王妃的饮食问题。什么饮食问题呢？就是他们因为害怕胖，吃了饭以后呢去吐这种呢饭后自己把它再吐出来，那么经常呢会造成食道反流的问题。所以有人呢也曾经怀疑凯特王妃是不是有同样的问题，这个呢让威廉姆王子非常的生气啊。那么这些呢都是花边新闻不足为惧。另外一个可能呢，就是说王妃是做了一个整形外科手术，因为生了3个孩子嘛腹部的皮肤会松弛肌肉会变得软弱在这种情况下呢，有一种手术叫做 tummy tucker，就是把腹部给它收紧。这个 tummy tucker 呢，实际上是在这个产后的中年妇女是非常受欢迎的。在纽约的这个 VIP 的 tummy tucker 要把你做成啊可以穿比基尼的状态那么大概要花7.5万美金。尽管非常的昂贵，但是呢很受欢迎顺便说一下我作为 SY 美容整形外科中心的首席执行官，我非常骄傲地告诉大家，我们有2个设备先进技术高超的整形外科中心，一个在曼哈顿，一个在纽约中城。他可这个手术是我们中心最拿手的手术之一，欢迎大家前来咨询。所以呢，有整形外科医生猜测这个王菲呢可能是做了这样一个手术，但是更多的传言是凯特王妃呢做了一个子宫切除术，所以呢她需要恢复的时间呢就比较久。这个子宫切除实际上很普遍，跟我们中年妇女的关系很大。不管凯特王妃到底有没有做这个手术，我们都来深入的探讨一下这个话题。这个子宫切除的方法很多，有的就是把腹部打开，把子宫拿掉；有的呢是通过阴道来做子宫切除术，还有呢是通过腹腔镜来做子宫切除术。腹部子宫切除的创伤最大，恢复需要时间最多，但是一般也就是几天或者1个礼拜。那阴道子宫切除术呢，侵入性就比较小，恢复的时间呢也需要的比较短，住院最多几天。那么，如果通过腹腔镜来做这个子宫切除术呢，就是一种微创手术，通过几个小切口就能做完，所以住院时间最多1-2天。当然了，像凯特王妃和所谓身份高贵知名人士，他在做这种手术的时候呢，他需要的时间可能跟普通人不太一样。主要的因素呢，一个是考虑的隐私和安全的因素，因为呢，这样的手术在医院里容易满足这个隐私和安全的措施。
第二个呢，就是护理比较全面啊，医院不管怎么样，比家庭的护理呢要更全面，特别是术后促进它的恢复。另外呢，就是一个公共形象管理。我们看这个凯特王妃啊，从医院里出来，穿着打扮几乎看不出她做过2个星期的手术，是吧？所以这样的形象就非常的完美。那如果说刚刚手术完，在担架上坐轮椅上，那就很有损她的公众形象。当然了，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手术以后出现并发症，因为手术经常容易感染，就是一个风险，这也会让他住院时间延长。所以不管怎么样，这个凯特王妃做了一个腹部手术，在医院待了2个星期，是比一般人来讲的确待的时间比较久所以造成大家更多的猜疑。假如凯特王妃做的就是子宫切除术，那么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子宫肌瘤这是一种良性肿瘤。这个肿瘤是良性的，但是造成的问题很大。比如说，严重的就是月经出血量很大造成严重的贫血最近我见到好几个这样的病人有个病人都严重到什么程度？严重到血色素只有3克，是吧？如果不送医院去输血的话，那真的是要命的。除此之外呢，像疼痛肿胀对膀胱和尿路的压迫呀，造成各种各样的疼痛的症状还有呢不规则的出血，这种子宫肌瘤在30岁到50岁当中的妇女最常见凯特王妃呢，正好属于这个年龄段，但是一般来讲，不生孩子的人更容易得这个病。对于凯特王妃呢，生了3个孩子，是不是子宫肌瘤呢，就不一定了。第二个呢，跟子宫肌瘤很像叫做子宫腺肌症。什么意思呢？子宫肌瘤是子宫肌肉自己长出来的瘤子，而这个子宫腺肌症呢，是子宫内膜的组织侵蚀到肌肉层。它出现的症状呢，其实跟子宫肌瘤非常的相像但是它的疼痛会更严重一些，经期也会更不规则，它的贫血呢也会更严重。那么这个呢，也是发生在30到50岁的女性当中，特别是这个生育年龄的后期在这一点上呢，跟这个王菲是比较接近的她42岁是吧？生了3个孩子，特别是那些通过阴道分娩的女性呢，就更容易得这个病。另外呢，如果在这个手术过程中有剖腹产切除子宫肌瘤的这样的小手术的时候呢，也会增加这个发生子宫腺肌症的这个风险，因为手术它影响了子宫壁的完整性。第三种情况就是子宫脱垂实际上就是子宫从正常的位置上下滑到阴道里面了。那么这时候呢，疼痛不是主要的出血也不是主要的，主要呢是一种对阴道、盆腔是吧？尿路有种压迫感是吧？造成尿频、尿急、尿失禁是吧？或者排便困难、便秘以及呢腰部的疼痛。这种情况呢比较出现在更年期和更年后多次阴道分娩或者难产以后的女性容易发生因为在分娩过程中这个盆底的肌肉强度和韧性呢都受到减弱。所以这3种情况呢，对凯特王妃来说都有可能，其中最有可能的就是子宫腺肌症。那么当然，让人最担心的还是子宫癌，它是发生在子宫内膜的一种癌症，非常常见的妇科病。那么它的表现呢，就是异常的阴道出血，也就是说你在例假之外或者更年期后，又开始出血，还有加上一些阴道的异常的血性的分泌物，盆腔疼痛是吧？体重减轻排尿问题性交的时候有疼痛，那么这种情况呢就要重视了，因为肿瘤它一定有一个全身的一个症状是吧？慢性疲劳是吧？体重减轻，人看着呢甚至有恶液质的表现是吧？这种子宫癌大多发生在更年期以后的女性身上，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呢，凯特王妃第一呢，出院的时候精神状态很好，显然不需要做更多的化疗、放疗这些癌症治疗的症状。第二个呢，年龄也轻是吧？因42岁还没有到更年期以后另外呢，这个皇史说的很清楚，凯特王妃的这次手术是一个择期手术，不是因为出现了紧急状态需要的手术，显然是针对的是一个慢性问题。第二呢，它不危及生命；第三呢，它不是癌症
所以这一点呢就很明确。从这个意义上讲呢，凯特王妃呢看来得的是一个常见的女性在生育年龄后期接近更年期经常出现的问题，对健康和生活质量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呢，暂时性命无忧。所以呢，我们也祝愿呢这个凯特王妃呢尽快的康复。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您有什么高见和体验，请在留言区分享。有什么问题也在这里提出来。端倪世界守护健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